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富山海定档背后有哪些隐秘江湖故事？诚意新剧能否复刻莲花楼全城长尾热度？真相揭晓。诚意新作《富山海》延档背后的江湖暗流。2年前的莲花楼像是闯进古装武侠圈的一阵清风，收官很久了，还能在各大榜单上混个前10。那会儿有剧组工作人员打趣说，这剧就像种在平台服务器里的常青树，每天都有人点开看一眼。甚至去年冬天，某卫视2轮播出时，化妆师还接到陌生观众寄来的小礼物，说是被李莲花的温柔治愈到了。所以当富山海放出9月11日云包场抢票的时间表时，不少影迷立刻翻出了当年追莲花楼的手账本，比对着看能不能再来一次长尾奇迹。这次诚意换了套行头，但依旧走的是刀光剑影路线，还请来了张智霖、吕颂贤这些自带武侠滤镜的人物，一个郭靖，一个令狐冲，在片场和赵礼站一起，就像老港片穿越到了内地棚景里。预约人数破千万只是表面热闹，富山海的底子其实挺硬，原著来自温瑞安的《神州奇侠》。有行内编剧提过一句，金庸、古龙是高峰，温瑞安是暗涌。不过如今20多岁的观众大多没翻过原书，对他们来说更直接的是诚意加3重身份的噱头，现代社畜萧明明一觉醒来变成少年萧秋水，还要与反派李晨舟纠缠不休。这设定听起来有点像深夜食堂隔壁桌聊出来的脑洞，但真拍好了，就是拉近年轻人和武侠距离的一根绳子。幕后故事也不少。有群演回忆第一次见到程一演现代段落时，他抱着外卖袋站在雨棚下，那股疲惫劲儿跟自己送餐高峰期一模一样。转身换戏辅佐萧秋水，又是一脸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亮眼神。而饰演李晨舟的时候，他连午饭都躲开人群吃，据说是为了保持那种疏离感。动作导演林峰曾经操盘过战争大片，这次要求每场打戏都得有情绪递进，比如拔剑不是为了耍帅，而是真切地推动人物关系变化。有一场雨夜桥上的对决，为了让水汽和灯光配合演员呼吸节奏，他们足足等了4小时才开机。延档则给项目添了一层悬念，本来春天就该上线，却一路拖到初秋。有发行人员半开玩笑说，暑期档留给别人，我们去考验学生党的忠诚度。但风险摆在那里，9月既赶上开学，也挤进主旋律题材密集期，要想杀出重围，就得靠口碑硬撑。不少粉丝已经开始私下组织二创视频库，把预告片里的3重身份剪辑对比，希望正片播出后能第一时间推送出去造势。这种民间运维其实也是当年莲花楼长尾效应的重要推手之一。至于双平台联播这一招，有业内朋友分析，腾讯擅长话题引爆，爱奇艺稳在社区运营。如果双方真心合作，而不是各玩各的，富山海的生命线可能会被拉得很长。但也有人担心，两家节奏不同，会让宣传出现断层，到时候只能靠剧情自救了。去年横店茶馆里就有人打赌，说这部戏要么冲顶，要么中途掉队，没有第3条路可走。谁赢谁输，只等9月见分晓吧。富山海定档背后的隐秘江湖，诚意能否再造长尾奇迹？2025年9月11日，诚意主演的新剧《富山海》终于定档上线。这部改编自温瑞安名作《神州奇侠》的古装武侠剧，自开拍之初就伴随着期待与质疑双重声音。延档数月之后，终于亮相，江湖暗流与幕后故事一并浮出水面。莲花楼余温未散，长尾效应成标杆。回顾2年前莲花楼成为古装武侠剧的意外黑马，
开播时并不算头部资源，却凭借程毅饰演的李莲花一角，口碑逆袭，甚至收官1年后仍稳居热度榜前10。观众用常青树来形容它，每天都有人点开回看。这种超越档期的长尾热度，让后续的剧组都将其当作样板。因此，当富山海定档的消息官宣，网友第一反应就是能否复刻莲花楼的长尾奇迹？程毅能否再一次把观众带回刀光剑影的武侠江湖？延档背后的行业暗流。富山海原本计划在2025年春天上线，却一拖再拖，直到初秋才与观众见面。业内人士透露，这次延档背后原因复杂，档期不易，暑期档竞争激烈，平台更愿意压住青春偶像、玄幻大 IP， 武侠剧反而显得冷门。市场风险，9月既逢开学季，又挤入主旋律剧集集中上线的窗口期，属于典型硬仗档期。延档既是冒险，也是挑战。口碑是水，制作方担心剧集一旦仓促上线，可能错失最佳营销节点，因此宁可延档打磨。有发行方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暑假留给别人，我们去考验学生党的忠诚度。”但风险显而易见，唯有剧情和口碑足够硬，才能突围。幕后故事，演员与剧组的坚持。富山海不仅有程毅坐镇，还邀请到张智霖、吕颂贤这些自带武侠滤镜的老牌演员加盟。一个是《射雕英雄传》的郭靖，一个是《笑傲江湖》的令狐冲，他们与程毅同框，就像老港片穿越进内地棚景，让观众瞬间燃起情怀滤镜。而程毅在片场的表现，也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拍现代戏段落时，他抱着外卖袋站在雨棚下，那股疲惫劲儿与现实涉序无异。转身换戏扶演萧秋水时，又展现出少年锐气。演反派李晨舟时，他甚至一个人躲着吃饭，以保持人物的孤傲与疏离感。动作戏方面，导演林峰强调打戏要有情绪递进，不是花拳绣腿，而是推动人物关系的必然选择。据说有一场雨夜桥上的对决，剧组足足等待4个小时，只为配合水汽、光线与演员呼吸节奏，力求真实感。粉丝运维与二创文化，莲花楼能在收官后保持热度，离不开粉丝的2次创作与社交媒体传播。富山海同样出现了类似趋势，预告片刚上线，粉丝就已开始自发剪辑3种身份的对比视频，并建立起视频库，准备在正片上线后第一时间进行安利。这种民间的自来水式宣传，被业内视为成一剧集长尾效应的秘密武器。双平台联播，机遇还是隐忧？富山海选择了腾讯与爱奇艺双平台联播。业内人士评价，腾讯擅长制造话题，爱奇艺在社区运营上更稳。如果双方真正协同合作，富山海的生命线或许能被拉得更长。但若节奏不一，出现宣传断层，那么最终还是要靠剧情与口碑自救。能否再现奇迹？从剧本基础到演员配置，再到观众期待值，富山海具备成为爆款的潜力。只是与莲花楼相比，时代语境与市场环境都已不同。如今的观众更加挑剔，长尾效应并非必然复制。有人乐观认为程毅会再次点燃武侠热潮，也有人悲观预判这部剧要么冲顶，要么中途掉队，没有中间道路。正如横店茶馆里那句流传甚广的戏言：江湖没有温吞水，要么烈酒，要么冰霜。富山海究竟是哪一种，只能等到定档上线后，由观众投票决定。